房贷一族拼买房，你在拿房子增贷买股，其实在赌命哦。先说结论，把自住的房子拿去增贷，再把借出来的钱丢进股市，这个操作不是理财，而是看起来像在赌博的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6都老屋房贷的门槛出炉，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把房子拿去增贷买股票到底行不行哦？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 41.7 万人贷房炒股，专家忧35年前股灾重演，这是赌博。那内容是这样，就是现在股市超夯的嘛，超爆干夯的嘛，什么4万点，然后一副要冲击5万点的样子。然后现在全台湾有 41.7 万人将房屋进行增贷，然后投入股市去做股票，规模也达到历史新高。然后新闻也回顾了历史场景哦，你看框起来的地方。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1989年到1990年间，台股首度突破万点，市场弥漫一股全民投资的氛围，一堆人开始转增贷，把钱全部压进股市。结果到了1990年的2月，指数冲上12682点后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内重挫到2485点，跌幅高达80%。并造成无数家庭资金断裂，那房子被法拍，安怎读安怎哦。好，那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股市会怕的原因哦。全民疯股，然后19岁少年股神满街跑，接下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那再来你要知道，我不推荐跟风投资哦。常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很不喜欢把自住的房子哦，然后拿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财务操作，拿去挂市啊，然后拿去看怎么样套出钱来去做到股票里面。为什么？你思考一下这个动作的本质是什么哦？你的本质是用一个稳定的资产去取得一笔负债，再拿这笔负债去追一个不那么稳定的报酬哦。那这间房子本来的功能是什么？是4个字叫安身立命哦，是保护你有地方住，保护你的家人有个避风港。那把它拿出来增贷买股票哦，等于是把这间房子哦上面悬挂一支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你在王座上悬挂了一支剑。你心里就会很紧张，为什么？不知道怕这把剑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啊？好，掉下来直接就砍穿这个房子啊，没有人知道。所以现在才增贷进股市的人，其实就是自己就把这支剑给它吊上去了。好，我知道你要讲的时候又没差哈，这个东西如果它掉下来有个过程啊，我跑得掉啊，你怎么肯定就是这样41.7 万人这样干，通通都会被爆破？搞不好大家都是少年股神啊，这你信哦？你跟我说。这个从来没在玩股票的人，现在熊跑去做增贷，然后手上握7位数、8位数的钱冲进股市，他会很稳健的，只是买0050跟台积电或中华电信哦，这种安稳的选择怎么可能？他如果要做这种安稳的选择，早就怎样？早就会挂市出来进股市了，怎么可能现在才做？那现在才挂市进股市的人在想什么？在想就是，哎呦，我看大家那么嗨，我怎么嗨怎么来嘛，对不对？结果大家玩的不是股票，玩的是心跳跟血压。好，那我也要一起，不然他干嘛进股市？最后你要知道熊市会来临吗？那你认为熊市什么时候会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确认的事情是，牛市都不一样，但它的末段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融资余额很高，大家都在借钱买股，然后把价格越推越高，投资人也特别容易追高跟低估风险。简单来说，又是那个万年不败叫擦鞋童理论连社会底层没读过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有赚到钱，自己是少年股神这样往往就是面临回档的时机了。那现在就是还在股票市场里面做的新手那个老手老油条我们就不管了，还在新手刚押完房子把钱干进去的这种新手没让他拱大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一打开最一大堆人在晒对账单然后一堆人在说我要辞职了，全职投入投资全职炒股就好。那一堆人在说这次不一样，哪次不一样了？都是这样子啊。这种心理这样借来的钱就会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越多人相信不会跌越多人加杠杆，价格会推得越虚高，那回档就越凶。如果你加杠杆的来源是增贷那更危险为什么？因为在增贷涉及的是你现在自住的这间房子，而且这间房子你是买不回来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用当初你买的价格去买到同一间房子啊，因为重大建设落成啊，或是有的没的。好，那我们再讲回来你去股市输赢，你赢了多什么多一笔钱，好，零用钱等级
你输了连家都没有，这个赌局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成立？就是我花费了这么巨大的风险考虑极端的话，这个风险这么巨大，就等于是输了是倾家，那个家就不见了然后有赚到钱也还好啊，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那你要滚到千万千万之后又如何？要买下一间房子也不够啊，其他还是要再贷款啊。所以我真的建议你说，明看这种风险，这样子风险跟收益就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你手上只有一间房子那你要增贷要进股市之前，你真的要思考得很清楚，这样到底是划算还是不划算？先思考就好了。你现在增贷能增贷多少增贷个500万出来好了，那500万然后给它弄到1倍1000万这个要很棒本金都安全的拿回来，然后额外多了500万，这手上现在有1000万，很棒没错。然后接下来你要干嘛？你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你就是从股市里面跑出来的，那你这1000万再全部要干进去啊，反正那么好赚，对不对？然后1000万变2000万啊，不是啊，这个要想清楚想清楚说，那我这赚到钱以后，我下一步的安排是什么？而不是说大家都在赚钱，我也要去赚钱，就很奇怪，就好像是明明这个学生他就过他的日子，他就读他的书，考他的试，成绩也都可以也都是校排的前10名，然后他的同学都在补习啦，他想说那我去补习好了，然后去补习了，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没有说什么股票不行股票不好，我讲的事情是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家那个鸡让它质押出去然后去贷款出一笔钱，然后无视家人的安全程度你把保护伞自己拆掉，你知道这个行为我是坚决反对的。除非你手上很多间房子，那你就牺牲2间这2间就算了如果真的出事算了的那种，那你要做你再去做。所以你东看西看会发现说，哇，这个真的是社会上对有财富有钱的人那风险的容忍程度更高。那既然容忍程度更高，子弹也比人家多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很容易更加有钱。因为面对股票，他也不知道会涨会跌啊，但是他房子很多嘛，可以压一间去做现在爆掉就爆掉了就没差了。但是对我们那种中产阶级那真的是先顾好自己，顾好家人，安安稳稳度过风雨再说啦。你不要慢慢搞到，我才是很纳闷，说股票好赚大家都去赚，所以运气好赚到钱以后你拿增贷出来500万去赚到1000万，像我刚刚讲的，接下来你要干嘛？你讲清楚嘛？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你只是看说大家都在赚，那我也要去赚大家都跑出去玩，我也要出去玩去哪也不知道，先上路再说，然后玩完之后就觉得也还好。可是你不知道你出去玩的时候，哇，你承担的风险真的是很夸张，根本是把家人绑起来一起卖掉的这种程度。所以想清楚自己要干嘛了，而不是说就现在什么夯，然后我们就什么就去做。像跟风就很麻烦了。跟风的话，你看历史上的跟风潮流一大堆股票，然后还有什么 NFT 对不对还有虚拟货币，跟风跟到现在了。你看有谁真的因为这样子然后去过到很好的日子吗？好，你一定找得到，币圈还是有厉害的人，像什么脑哥啊之类的，凤毛麟角啊。对啊，那是生存几率的问题我们买好房子不要动然后过个10年20年胜率就是100%那你干嘛去做这种股票的事情？你说因为股票赚钱我就可以买更多的房子啦，专注本业不行吗？专注本业无法让你买到更多的房子吗？一定要去这样子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捆绑在一起，然后投入一个可能有风险的地方，到底是爽在哪里？然后赚到钱以后，日本旅游一趟4人花多少钱？3-5万块或10万20万，你就这样花掉了。好，花掉以后回来，然后你要干嘛？然后你就要收手了啦。这是有玩到就好了，这是一种心态，就是说这个要怎么表达？这就是说没赚到钱看人家赚钱很羡慕，然后自己去做，运气好有赚到钱然后有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就你玩到股票玩玩就好了。你要知道股票是会杀人的我实在是很纳闷，说房子跟股票这种东西，物理性上谁杀掉的人比较多？真的都是股票，然后政府也义无反顾的推股票，然后现在少年股神一大堆，尽管会说加注警语，拜托，明明以前未成年的时候看个 A 片，已满18岁还是给他点下去啊，你加这个警语是有用所以我们在呢，我现在看到台湾现在股市的环境那么好其实我是高兴的，虽然我自己没做为什么？这个社会总体是越来越有钱的状态嘛，这比较好吧，总比他们大家都没钱，然后路上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路上神经病越来越多，这个还要好吧所以
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这是第一要务。我就是反对拿自住的房子，然后去搞一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操作。自住就是自住，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要让他去担各种莫名其妙的风险，然后就为了赚那个钱，那个钱有赚到还好，有赚到钱你花掉过瘾了100以后又是迷茫啊，怎么办？我死里逃生赚到这些钱爆出来啊，我钱也花了爽也爽到了，然后我现在到底要不要回去股票？股票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是，它会糟蹋掉一个教育体系上好好教育出来跟家庭教育出来的价值观。价值观坏掉就坏掉了呢。这个要讲就牵扯不完。比方说一个女生嫌赚钱太慢，然后开始晚上去夜场刚开始也没什么，她觉得陪客人喝酒就有钱这个钱怎么那么多，怎么比我白天上班都还要多。好，价值观被侵蚀了价值观在侵蚀以后她回不去了这种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开始就要奢侈品大牌香水包包等等的。股票这边何其相似股票钱这么好赚，丢进去就有钱吐出来，跟自动贩卖机一样，你投10块，股价给你15块。像这种那么好赚，大家就是浮躁的，大家就不想上班然后上班的话也心不在焉，本来就是这样上班的时候你去厕所如果有2进来上厕所的话，你看他们在讨论什么？讨论那个专案怎么做？没有好不好？就他通通都在讲股票，就很浮躁。我最讨厌的就是股票会毁掉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好好努力踏实努力的这件事情，在股票赚快钱的面前不值得一提，莫名其妙，这不 OK 啦。那少年股神心性不定心性不定就是年轻人嘛他就会觉得说这就 OK， 他就会一直冲，早晚被什么？就套一句很有名的话，早晚被股票的斩杀线给斩杀，就是这样没补过钱都不知道要怕然后什么有没的，然后乱搞，听人家说这个是标股 all in 给他干进去，问他说这个赔了怎么办怎么会赔啦？怎么可能不是早晚的事吗？早就被标记起来了，早晚会出事的东西，所以我实在是很不喜欢那种浮躁。然后就这个我跟你讲在2024年台股血腥7日就签名年假，川普宣布关税，他不是拿一个莫名其妙的小板板，好像临时制作都能指台湾关税要多少，每个国家关税要多少，暴跌嘛，血腥7日大盘也会跌停嘛的那个时候，对房地产这边的牵连是什么？就是一大堆要卖房子然后急售卖房子要救儿子救女儿的，那结果怎么样？实价登录还给他刷上去实价登录给他刷上去以后，不是扯大家的后腿吗？扯这个社区那个社区全部都有那种卖房要救那个乱玩股票的儿子女儿然后2024到现在2026就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忘记会痛，然后现在大家狂看金价拱大就信贷开到满，然后全部干进去，然后之后会怎样？问他说哇你怎么那么敢？结果回我一句什么相信魏哲家明年搬新家，林老师很危险这是很危险。你看我这种保守的人，我就不跟你说股票会赚多少，那个一个行动要出去之前，我们都先想说这个风险我负不负担得起。可以我房子有比方说7、8间好，那我就拿1间来试试水温也 OK。股票版不是之前有一个很厉害吗？做期货然后好还是不要学他自己也有讲好做期货，然后他就什么什么赚到3亿然后他本金多少？好像7000多万好，然后就有人去扒他股票版，就动不动会有这些神人跑出来，给了一大堆少年股神赚钱的希望实在是，然后大家就想学他干嘛他自己也有讲他的本金就不止这些他也会怕，所以他当初就有做好一个安全边际，然后拿这些来做，运气好做起来就是这样。人家懂行人家知道人家敬畏这个市场结果你看少年股是那我也要7千万可以变3亿这是几倍信贷我可以贷多少全要然后利息什么的通通都不讨论的是这一波运气好那运气不会天天好，没有在天天过年的之后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总体来说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稳稳的上去就好，然后不要造成一大堆社会上有的没的负面新闻也不要来扯到我们房地产的房价跳下去，是真的会影响，那你不止影响那一户的房价呢，还会影响这整个社区的房价，那个以后走过路过都被人家指指点点那边跳过了，什么有的没的，这是很不 OK 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还是要问出那个赚钱的灵魂拷问，就是那你到底要干嘛？假设你赚到钱的时候你到底要干嘛？你相不相信大多数人都我也不知道，靠，那你到底在忙什么手上有钱再说就这样，他也无法体会那个钱到手上的那种
真实的用途的快乐啊，这种人最容易陷入一个极端，叫做什么欲望欲望的泥淖，就是钱还不够多，钱还不够多，他只要一滑 IG， 他只要一滑抖音，看人家在炫富，看人家在换车，看人家在高级5星级酒店，他就觉得他自己是社会底层然后就一直上，一直买，然后现在都 OK 啦，现在好像随便买随便赚钱，总有一天开始出现一些状况，我们也不用说股票整个大范围反转出现一些状况，那会发生这种事。原本他的生活就喝谁，你知道，原本一个好好的姑娘过她的日子上她的班，就因为这个价值观偏差，认识坏朋友，就把她堕落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你看的就是很诡异的事情。你赚到钱你到底要干嘛嘛？然后假设说因为我想要买房子，我现在没有房子，我要买房子，你不觉得这更恐怖了吗？你怎么用股票市场来赚你的房子？你觉得这胜算是怎么样？那你说没有，我要去日本旅游，好啊，那你就去日本旅游多少钱算出来算出来了以后，把风险控制好要做再去做。莫名其妙的是大家都没去想，我说少年股神不是说你少年股神，大家没去想，那看大家赚钱他就要冲，就是这样，越看越诡异。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讲了把房子增贷拿去买股票，这个到底行不行我为你分析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你用稳定的资产去换一个负债，然后再拿负债去追不稳定的报酬，就很纠结，就很奇怪那我个人认为是极度不安全的，这样做怎么讲怎么说不过去，除非你房子很多你那个爆掉，你不会，江湖上都有一句话叫祸不及家人嘛，你不要自己为了赚钱然后把家人都一起拖下水好，那极度的不安全这种行为风险会被严重低估你赌赢多赚一点点钱输了可能连家都没了。我讲一句话你一定也听过，叫做富贵险中求，对不对？富贵险中求，大家都在讲说股票这有风险，没关系，富贵险中求富贵险中求好像是主角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军压境的时候，一个绝地反攻的一个，就游戏里有道具有没有？就上个 buff 大家都突然变很强，上个狂战士 buff 这样。富贵险中求这一句话听完之后好像打鸡血一样好像 Red Bull 给它灌下去一样然后就可以。可是还有下一句你知道吗？富贵险中求，下一句叫什么？下一句叫也在险中丢，然后赢时1/10，输时9/10。我再说一次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大家都看前面富贵险中求就要冲了，也在险中丢赢时1/10，赢就1/10，输时9/10，就是你就把以前的东西都，所以这个看起来不就是一个局吗？就是说这边可以赚钱可以赚钱然后你真的压身家了以后，赚钱他让你赚一点点，赔钱的话他把你全部都刮走，很危险不要让自己落入这个境地输了就连家都没了。做之前真的要思考清楚。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把自住的房子拿出来增贷买股票吗？A 有，我纵横股海数十年B 有，我连周楚都压下去了C 没有，我生性保守。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我们这次要讲的是小廖的故事。小廖大概40出头，在一间公司做主管薪水不算高，但夫妻2个人加起来1个月有10几万，就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直到去年下半年股市一路往上冲，他就慢慢坐不住了。
因为每天打开手机都是大盘又创新高的新闻，然后身边同事通通都在讲谁谁谁买多少股票赚多少哦，你赶快去看他的 IG， 他最近换表了什么什么，现在谁谁谁换第2台车了。小廖一开始也可以笑笑的听听就好，但听久以后心里痒痒，回家躺在沙发上的时候，他的脑子总是不禁想起，如果他当初也是押个几百万下去，现在可能生活都不一样。然后看着天花板就在考虑说，那是不是把这间房子看能增贷多少然后自己信贷老婆信贷能借到多少押进去股市里面来看看那贷出来的钱这个利率看怎样再研究嘛。以现在的股市来说，你那个借款的利率股市的报酬都是超过的嘛，随便涨都超过，但是他们家也只有这间房子而已，所以他也不敢马上做决定。不过小廖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做事之前会问人然后他先去找他大学同学阿凯他工作就在券商做了快20年，算是对股市很熟悉了。那现在他就约咖啡店小廖就把他的计划讲完，阿凯没有马上回他他跟他说这个我是不会拦你进场啦可是我劝你最好要用闲钱进场就是那种你今天赔光明天起床你还笑得出来正常上班的那种钱那种钱你有多少就投多少，很少也没关系，就是只能投那个钱小廖那时候就想说是好我想一下可是那个小廖他没有打算放弃，他就觉得说以前大学同窗好友怎么有点在挡我财路这样。过了几天他就问他岳父，因为他岳父就老股民他岳父买股票一辈子也没什么钱那本来以为岳父会支持他，但是没想到岳父听完以后皱了一下眉头，也没有骂小廖，只是跟他说他这辈子看过很多人进场又出场，景气好的时候进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真正能撑到最后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进场都没在动的人，就是这样。你买过300块的台积电你要怎么输？你不要乱搞的话现在你要怎么输然后岳父也说了跟阿凯一样的话，股票不是不能碰，是你不能用输了会睡不着的钱去碰。听到这句话的小廖坐在沙发上低头没有讲话，那天晚上他又失眠了。那这次失眠就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兴奋，这次是觉得很闷。他想到他爸爸以前是公务员，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投资，退休的时候身上也只有一间老房子跟一点定存，可是他老爸晚年很安稳没有欠人家钱也没有求过谁那小廖突然觉得很惭愧，他自己在这个年纪还有10几年的房贷要还，如果他真的赔了，他不是自己不好而已，而是把全家拖下水那天他就一直用 Excel 拉来拉去开关关看了很久，想了很久。那接下来怎样你也知道了，股票还是继续在涨，涨到现在4万多点一副要冲击5万点的样子。那小廖还是会看那些新闻，看同事在那边聊谁又赚多少，他心里会闪过一丝不甘心，但是他觉得在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房贷都还在缴，本来就经不起风险了而且我就去玩这个心跳游戏，怪怪的所以钱有很多种，他这种让你吃一小口肉，然后直接把你整个身体咬掉的这种风险即使发生的几率很低，但是赌不起所以他还是不要好了继续上他的班，就这样。这很磨人心性来跟我倾诉这个赖来跟我讲那个烦恼的时候也是就是反正你跟他聊2句就知道他真的很想做，然后他也真的蛮厉害，他居然能够忍到现在，然后越忍越不敢上车，因为股票越来越高嘛。那到底怎么办？我只能说就不要管就像我一样看都看好玩的，然后就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人有很多种有适合自己的不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方式，那像我们就是选这种日子能够安安稳稳过下去的就好。他现在手上有股票赚了一些钱然后嘞就没想清楚，所以就会被这些原本跟你无关的烦恼去纠缠住。